在印度召開的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剛結束，本次峰會醜聞不斷，比如印度某大學團隊用一隻從宇樹科技購買的售價僅2000多歐元的機器狗，對外宣稱是他們自己研發，後來被廣大網友及一些西方主流媒體曝光，所謂自我研發實為中國製造，後來該大學團隊被驅逐出該峰會，太丟人了。不過，印度以及西方主流媒體免費幫宇樹做了一次廣告。還有2點尷尬之處，在此次峰會合影時 ，OpenAI 總裁及其競爭對手竟然拒絕牽手，各自握拳，太沒格局了。還有就是由於愛潑斯坦醜聞纏身，比爾蓋茨取消參加峰會。德國媒體稱這次峰會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峰會。是否有點誇大其詞呢？從報道看，中國根本沒有參加此次峰會，貌似這是一個印度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起搞起小院高牆，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一次所謂人工智能峰會。德國則更好笑，據德媒報道，在人工智能領域，為了降低所謂對中美依賴，德國數字部部長前往印度參會，與印度眉來眼去，並簽訂了所謂德印人工智能協定。為了與中國脫鈎，像德國這種西方人已經喪失了起碼的認知與理解。他們認為中印為人口相近國家，既然中國行，那麼印度也行，而且印度還是民主國家，三觀接近。所以在人工智能方面，現在德國押寶印度，以抗衡中國。朋友們，中國能夠做的是什麼呢？那就祝福德國成功唄。好了，我們來看看德國電視1台對此事的報道。比爾蓋茨取消出席人工智能峰會的行程，組織混亂、醜聞以及知名演講者的臨陣退出，給在新德里舉行的人工智能峰會蒙上了陰影。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在最後一刻取消了其演講，原因是愛潑斯坦案再度被媒體報道。根據性罪犯愛潑斯坦案最新公布的文件，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取消了在印度人工智能峰會上的亮相。蓋茨基金會表示，這樣做是為了確保峰會的焦點能集中在核心議題上。在被問及具體原因時，基金會也未作說明。據媒體報道，蓋茨原定於今天在峰會上發表演講。今年1月底，美國司法部公布了已故性罪犯愛潑斯坦的新一批文件。文件中包含愛潑斯坦與蓋茨基金會員工之間的通信往來。比爾蓋茨一直強調，他與愛潑斯坦的關係僅限於探討慈善議題。他將自己與這名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的會面稱為一個錯誤。更多嘉賓取消行程及印度自研機器狗醜聞。比爾蓋茨的退出並非印度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遭遇的首次取消。全國最大芯片製造商英偉達的負責人黃仁勳數日前也表示，因無法預料的情況而無法出席。另外，一場圍繞一台據稱是印度開發的機器狗的醜聞也掀起了波瀾。在一所印度私立大學的展台上，這隻機器狗被當作自主研發的成果來展示，然而很快就有真相暴露。它實際上是某家中國製造商的產品。德國知識補充，其實這是宇樹科技的 G2 機器狗。2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向美聯社表示，這一事件讓東道主印度感到極為難堪。反對黨則指責印度政府讓印度淪為了笑柄。交通混亂與網絡問題。與此同時，警方的道路封鎖導致這座2000萬人口的大都市新德里陷入交通癱瘓。社交媒體上的畫面顯示，大量會議參與者因缺乏班車服務，不得不步行數公里前往會場。更令人意外的是，周四會議期間，展廳竟大名緊閉，這讓原本想在展位上展示產品的企業非常惱火。此外，還由於網絡問題的報道，偏偏是在一個人工智能峰會上。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不能被少數億萬富翁壟斷。儘管有取消行程和各種故障，峰會上依然有知名演講者亮相。印度總理莫迪發表了講話，他呼籲保護未成年人使用人工智能時的安全。莫迪表示，在兒童安全問題上，我們必須更加警惕，
就像制定學校教學大綱一樣，人工智能領域的設計也應符合兒童和家庭的需求。他與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同台出席。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也警告了人工智能的風險，並要求其應用必須造福公眾。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的未來不能由少數幾個國家決定，也不能被少數億萬富翁的任性所左右。宣布加強德印合作，人工智能峰會也成為多項聲明發布的平台。德國數字部部長卡斯滕·維爾貝格爾與印度部長阿什維尼·瓦什諾簽署了一項深化人工智能領域合作的協議。維爾貝格爾表示，通過這一協議，我們為近期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注入了活力。該協議應有助於促進專業人才的流入等。此外，印度綜合性企業集團阿達尼宣布將投資1000億美元用於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其競爭對手信實工業則計劃為類似項目投入1100億美元資金。美國大型雲服務提供商亞馬遜雲服務、谷歌和微軟也正在擴大其在南亞次大陸的投資。好的，各位，我們接着看看德國《時代報》的部分報道。印度人工智能峰會共話變革。在印度舉行的人工智能峰會上，德國數字部部長正在尋求新的合作夥伴。與此同時，整個世界也都在尋找以下問題的答案：我們正面臨着怎樣的未來？德國數字部部長維爾貝格爾為參加人工智能影響力峰會來到印度，這是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峰會。此前宣布將有2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法國總統馬克龍已抵達該市。巴西總統盧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將與會。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首席執行官同樣到場。德國總理默茨也受到印度總理莫迪的邀請，而他則委派維爾貝格爾作為代表出席。世界各國齊聚印度，共同探討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方向，是否需要制定新的規則來防範潛在風險？這些風險可能是什麼？與此同時，如何讓人工智能惠及盡可能多的人？我們跳過一段，往下看。研究、基礎設施、專業人才，在印度首都舉行的這次峰會非同尋常。人工智能峰會自2023年才開始舉辦，繼英國、漢城和巴黎之後，今年首次在所謂全球南方國家舉行。印度萬年總理莫迪發出了邀請，並在遍布全城的海報上將自己塑造成新興國家的代表。他倡導建立包容、負責任且具韌性的人工智能，並呼籲國際合作。當然，重點是跟印度合作。事實上，德國聯邦政府對與印度合作抱有濃厚興趣。這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應幫助德國減少對美國和中國的依賴。就在幾週前，歐盟與印度剛剛達成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德國總理默茨不久前也訪問了印度，並受到印度總理莫迪的高規模接待。在本周與印度同行的會談中，德國數字部部長維爾貝格爾也達成了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更緊密的合作。雙方將加強在研究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協作。印度專業人才將助力德國的人工智能發展，而龐大的印度市場也將對德國企業更加開放。維爾貝格爾在新德里反覆強調，我們與印度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牢固。在德國聯邦政府於全球範圍內尋找新夥伴的過程中，印度顯然被賦予了關鍵角色。這不僅限於，但也包括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好的，朋友們，重點來了，我們接着往下。在前往印度的政府專機上，維爾貝格爾在一次談話中談及了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維爾貝格爾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德國和歐洲必須全力追趕，才能跟上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前沿技術。在飛行途中，這位部長還再次強調了人工智能所能創造的價值，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他警告說，要避免在人工智能領域陷入對大國的新一輪依賴。維爾貝格爾表示，歸根結底，我們的實力取決於我們的技術實力。他堅信歐洲需要自己主權的人工智能模型。他期望源自德國的安全且基於規則的 AI 技術，屆時也能對全球數十億人產生吸引力。好的，家人們，接下來還提到
德國將吸引更多印度人工智能人才前往德國，助力德國在人工智能領域與中美2個領先國家實現更多的獨立。3個自己國家都沒什麼人工智能，德國竟然寄希望於3個的助力來趕上中美。好吧，讓我們拭目以待。對不起，我真的實在忍不住要笑。好的，最後呢，我們看看一些網民的評論。我們來看看今日德國落魄到要請3個來幫忙搞人工智能，德國人自己怎麼看呢？第一條評論，說實話，我最期待看到這裡的評論，因為我相信還有很多讀者，他們不太了解人工智能，卻對此持批判態度。人工智能本身既不好也不壞，但它潛力無限，它有可能徹底改變世界。尤其瘋狂的是，這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而且還在加速。人工智能在未來的世界裡不可或缺，因此政府尋求盟友是明智之舉。但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確保德國在人工智能的研發、應用以及可持續能源的供應方面實現快速的追趕，因為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所在。跟貼，在我看來，這是最偉大的一次工業革命，而且它剛剛開始，其影響力將波及我們每一個人。遺憾的是，無論社會還是政治層面，都尚未開始認真對待這件事。再往下，發展非常迅速。我業餘愛好是玩 3D 打印，半年來用 ChatGPT 還不能設計東西，或者只能生成非常基礎的模型文件。但現在我可以這麼說， ChatGPT 給我生成了一個手機支架的 STL 文件，生成的文件可以直接導入切片軟件，然後打印。我認為大家必須去深入了解它。人工智能會讓很多工作崗位消失，對此我持樂觀態度。德國未來勞動力會越來越少，嬰兒潮一代正在退休，我們再也承受不起讓人們在行政部門從事毫無意義的工作了。對於印度，我倒覺得前景不太樂觀，因為那裡有太多人正是在為全世界做這些 IT 領域的低價值工作。看跟貼。總有一天，人工智能會為此索要報酬，而且價格不菲，因為他知道他的用戶是可以被要挾的，因為用戶已經失去了用傳統方式制造許多物品的知識。當人類失去對其工具的控制時，工業國家的崛起將成為歷史。誰還記得如何種植蔬菜，誰就有福了，因為人工智能屆時將不再告訴你。好的，下一則。資本主義正在瓦解，就這麼簡單。它將被某種類似於社會主義的東西所取代。好，我們看跟貼。倘若資本主義真的瓦解，首當其衝受苦的將是反資本主義者。不過這一點馬克思可沒提。好的，再往下。報道中說，世界第1人口大國應幫助德國減少對中國和美國的依賴。於是這位網友說，印度，一個不久前還處於發展階段的國家，現在要來幫助德國了，這得讓腦細胞好好消化一下。繼續看跟貼，德國真是個慢吞吞的國家。繼續跟貼，是啊，這對某些自以為是的德國人來說可能難以接受。印度在信息技術領域早已遙遙領先，擁有巨大的專業知識庫，同時它在其他方面仍屬於發展中國家。這向我們表明，發展是動態的，有時恰恰是那些最不被看好的角色會實現超越。下一條評論，我查了一下我們這位所謂數字部長維爾貝格爾的履歷，全都是些管理層不重要的職位。看起來這位先生從未編寫過程序，對網絡、計算機硬件乃至操作系統安裝也一竅不通。也就是說，和本屆政府的大多數同僚一樣，他不具備相應的資質。再往下，對於人工智能的看法必須謹慎。今年1月的經驗到現在即2月份已經完全過時。以這樣的發展速度，很快整個行業都將面臨顛覆。博士生耗時3年研發的專業軟件，可能在1週內被替代和優化。我們正在復現一款年授權費達6位數的建模軟件，不僅功能完全替代，界面還更友好。測試用例順利通過，耗時僅2週。直至去年12月，我對此還難以置信。
如今卻親眼見證這一切發生，我的心情喜憂參半。好，網友評論就到這裡。本期節目結束前，我們看看南德意志報關於此事報道的標題：人工智能攜手共進，不再孤單。這裡有個配圖，下面的文字是這樣的：德國聯邦數字部部長維爾貝格爾與印度同僚瓦什諾在新德里人工智能峰會期間會晤，雙方就加強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達成一致。德國和印度簽署了人工智能協議，希望在其人工智能領域更加緊密的合作。但他們真的能对抗中国和美国嗎？但他們真的能对抗美国和中国嗎？德國和印度簽署了人工智能協議，希望在人工智能領域更加緊密合作。但他們真的能對抗美國和中國嗎？好的，家人們，南德意志報道說，與印度一起，德國不再孤單。實在可笑，是德國自己讓自己孤單。在人工智能領域，是德國自己要獨立於中美兩國，而不是中美不帶德國玩，這是典型的倒打一耙。好吧，德國要向班上的差生學習，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三哥與大德意志取得巨大成功。